2019年12月16日，日本虚拟主播事务所 Entomb 宣告解体。这个存在了1年多的事务所，在其建立时是业界最著名的银河战舰。它具体体量有多大呢？当它解散时紧接着宣布毕业的成员只有2位，一位是接手英雄，另一位叫花野蜜。一翔旗下的管人选择是原地转变为自由运营，然后成为一方豪强的不在少数比如未来明，比如猫公日向，比如丙基。我一直认为一翔的解散是很有象征意义的，尤其是作为新旧微圈的时代划分来说，实际上你完全可以把它当做旧版本微圈的神圣罗马帝国。它的解体一方面是由于拿破仑·兔拿巴将军的崛起带来了新时代，也就是直播式 VTuber 的叙事方式；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一翔自己的管理较为疏漏，资源分配不太均衡。很多弟弟直到一翔解散，主播们变为自由营业的时候，才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推原来是一翔的。这个乡由4天王之一的未来明以株式会社 DUO 的名义建立。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那么我们今天视频的主角未来明就是妥妥的微圈哈布斯堡。大家好，我是电脑团，今天跟大家聊聊老掉牙的旧版本微圈小故事。未来明在正式确定艺名之前呢，也叫做满星光。这2个名字在官方确定入驻之前呢，还有一些事件，只不过资料已经不全了，就没法在视频里还原了。不过这2种叫法都成立，所以你既可以叫他小明，也可以叫他阿满，还可以叫他金发渣男。虽然理论上来说他是2017年开始活动的微圈元老级人物，但实际上他账号建立的还要更早，是从一个叫艾琳人称老鸨的 YouTuber 手里继承来的一个2014年的账号。艾琳也是微圈早期活动至今的一个元老级人物，我个人是非常喜欢他说话的时候奇怪的那个逼动静。关于他的事儿可以单独讲一期，如果大伙感兴趣的话。老鸨周围呢有很多他建立账号和设定的美少女，其中不乏一些 VTuber， 这个组织由此就被称为艾琳一家。一开始未来明也是其中的一员但由于艾琳和我们之前提到的异乡背后的这个 DUO 社团有一些分歧，后者应该是当时未来明活动的主要策划者总之老鸨最后带着虚拟女友走了，未来明则留在了异乡继续他的渣男征途。从他所处的视频室时期的标准来看呢，未来明是一个性格极其热情开朗体贴，善于搞节目效果和炒热气氛的 VTuber。我说这个可不是什么客套话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里，他贴过老艾，贴过其他4天王，贴过候补4天王和异乡的其他同事，贴过石乃坤和委员长，贴过田中基铃木厨，贴过老鸨，贴过犬山，贴过点赖我，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 VTuber。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你只要跟着未来明一直看，基本上就能看遍当时的微圈全明星。如果把以前的微圈比作一片星空那未来明一定是北极星。什么？你问我半爱是谁？半爱当然是月亮现在翻过头来仔细想想除了半爱之外呢，未来明在旧时代的微圈成绩算是空前绝后的。他几乎得到了当时作为一个 VTuber 所能拥有的一切，唯独没有的就是通向新世界的船票。3月31日晚，未来明进行了隐退直播，他的直播内容呢比较朴素，基本上就是以杂谈和 VR Chat 为主，长度有2小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站内搜一下录播。隐退预告呢是3月24号发布的，时间上来说比较仓促，所以他的隐退直播看上去没有太精心准备过，而且专门选在了愚人节的前一天这也绝了一些弟弟的念想。他隐退之后呢，4天王再减1人，现在只剩小白和胡叔。半爱陷入了休眠，这是众所周知的。而辉夜月回去经营自己的主号 P 马路了。胡叔的账号看上去是兴趣使然他1个月能动换几下就算是比较勤快的情况了。所以在未来明走后，实际上4天王里只有一个小白算是情况比较良好的，还有个主持工作什么。我个人认为他的隐退对于 B 站微圈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因为半爱的休眠其实是比较有仪式感。相信大家还记得演唱会上半爱和秃子徒孙们那个大合唱，还有最后飞走那个画面，很令人感动和感慨但这样的场面它不像是一个故事的终点，更像是高潮部分的结束。而未来明的隐退才像是一个故事真正的结尾。当我看到他突然的宣布又仓促的离开，然后各种录播消息在 B 站基本上也就是一帮老家伙在共鸣，这个时候才让人感觉确实这段故事好像是应该迎来尾声了，大伙收拾收拾各奔东西这才看上去像是一个故事结尾该有的样子。那么我是亮涛，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下次攒够一期素材我们再接着吹牛逼。